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9部豆瓣高评分重生虐恋剧，杜华年第3，临江仙第9，第1封神。时间多心眼小，抄袭洗稿必举报。各大平台都有号，3大平台都推出了王炸剧集，爱奇艺推出3部，芒果 TV 推出1部，优酷视频推出5部。古装仙侠剧、古装奇幻仙侠剧可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需求，每部都有可能成为黑马爆款，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9. 爱奇艺临江仙，白鹿、曾舜晞、何瑞贤、陈星海领衔主演的古装剧，讲述了四灵仙尊李清月与大成尊者白酒司几世虐恋情深，相爱相杀，共度劫难，拯救苍生的绝美仙侠爱情故事。这部剧的剧又是非常炸裂的一部虐剧，可以说虐得心肝脾肺肾都痛。在经历了决裂、丧子、复仇、被虐杀之后的花如月唯一的念头就是杀掉那个封印他法力的人白酒司，但技不如人，最终灰飞烟灭。白鹿把这部剧中的2角色演绎炉火纯青，李清月是花旦，花如月是青衣，一个活泼动人、呆萌可爱，一个时而温柔似水，时而霸气侧漏。而他并非仅仅在妆造和表情上做改变，而是彻底的从仪态到举止完整的去诠释。这部剧的妆造特别唯美，看了预告更期待了。8. 芒果 TV 落花时节又逢君，袁冰妍、刘学义领衔主演的古装玄幻仙侠剧。该剧改编自蜀客的同名小说。该剧讲述了上神锦绣和茶花小妖红凝之间跨越仙妖界限的爱情故事。茶花小妖红凝喜欢神尊锦绣，因仙妖有别被拒后，她开始了漫长的修仙之路。在落花时节，当她修炼成仙时，却得知锦绣神尊已经娶别人为妻。红凝放弃了仙道，选择永堕轮回。锦绣为了弥补对红凝的亏欠，逆天改命，让红凝众生修炼成仙，最终被小妖改变，上神锦绣被红凝小妖渡成了人的故事。刘学义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上神锦绣，他的古装扮相气质出众，太适合出演仙侠剧了，被网友称为3界代言人、神仙专业户。这部剧最可惜的是，由于女主原因被滞留，最近有传闻更换女主补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期待早日能上映。7. 优酷视频长月烬明，豆瓣评分 5.6 分，罗云熙、白鹿、陈都灵领衔主演，邓为主演的奇幻仙侠剧。该剧根据藤萝未知的小说《黑月光拿稳》BE 剧本改编，讲述了天生背负邪骨的魔胎蛋台烬，在黎苏苏时光逆流穿越回500年前，阻止其成为魔神。2人在相处中渐生情愫，从此2人3生3世的情爱纠葛。大婚之日的蛋台烬被叶惜雾打入了灭魂锭，最终黎苏苏以身正道，改变命运。破镜重圆之际，回归本善的蛋台烬却因魔胎之躯难逃非议和觊觎，相爱的2人面临残酷的命运。蛋台烬以身设局，逆转了上古魔神留下的命运诅咒，牺牲自己，扭转乾坤，阻止了灭世危机。罗云熙分别饰演蛋台烬、苍九民、明夜，白鹿饰演叶惜雾、黎苏苏、桑九。2个人的台词爆发力太强了，真的是隔着屏幕都感到的疼。这么虐心的剧情很难不让人感同身受，这么炸裂的演技大爆发，你们2个走没走出来不知道，我们被刀的走不出来了，就连副 CP 的线也很虐，这是什么绝世虐剧啊！6. 优酷视频沉香如屑，沉香重华，豆瓣评分 5.9 分，杨紫、程毅领衔主演的59集古装爱情仙侠剧。
该剧改编自苏沫的小说《沉香如屑》，讲述了古彝族四叶君调颜旦与双生姐姐芷溪幻化成人形后，却遇到了守护苍生的六界帝君应渊。天庭被恶势力迁徙袭击，他与天性善良的汉旦仙子颜旦联手向恶势力宣战，共同守护大义的故事。古风古韵的绝美仪态，行云流水的打戏，甜虐交织的丰富剧情。诚意打戏绝子，作为一个仙侠剧，制作团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东方美学，讲述着意境之美，画面唯美，配乐应景，男女主演技高超， CP 感十足，诚意演技炸裂，一人饰三角，应渊隐忍克制，唐周纯情热烈，玄烨顶级绿茶，从眼神中就能体现的淋漓尽致，直接封神。杨紫灵精怪，她在剧中被伤得碎了一地，在奈何桥那段破碎感直接拉满了，演技也是非常炸裂。这部剧真的好看，这个分数真的低估了。5. 优酷视频度华年，豆瓣评分 6.1 分。赵今麦、张凌赫领衔主演的古装爱情剧。该剧改编自莫书白的小说《长公主》。该剧以尊贵的长公主 vs 寒门首辅，讲述了大夏朝监国长公主李荣与当朝首辅裴文轩一梦两世，中年轰了后，他们带着前世记忆回到了初遇的年轻时代。这一次，他们决定一起揭开权谋背后的真相，解开前世误会，真正爱上对方。两人前世因误会相爱相杀，最终落得悲惨下场。双双重生后，在新一世的相处中，两人共同查探权谋背后的真相，希望能够避免前世的悲剧。两人化解误会，从仇人变成了闺蜜。在共同经历生死和磨难后，闺蜜之间的情感逐渐升华，最终变成了爱人。张凌赫、赵今麦首度搭档，万万没想到 CP 感还挺足的两人由最开始的仇人变成了闺蜜，闺蜜变成了情人。剧情新颖好笑。这部剧的男女主都年龄比较小的演员，一个是95流量生，一个00小花，真不愧是俊男美女，最萌身高差，都好养眼，都是演技特别出色的。张凌赫饰演容貌俊朗、性格沉稳且巧舌如簧的首辅大臣裴文轩，快节奏的剧情和新颖的人物设定太喜欢了。4. 爱奇艺70吉祥，豆瓣评分 6.2 分。杨超越、丁禹兮领衔主演的甜虐仙恋轻喜剧。该剧改编自九鹭飞香的小说《一时冲动，七世不详》，讲述了天界姻缘隔红线小仙祥云与上古战神仙君出空，二人阴差阳错绑定为情劫仙侣，需要共同经历七世情劫，破除六界安危。历经七世情缘副本：1. 相府千金和将军之子姐弟恋，天人永隔；2. 落魄少女和圣灵教少主师徒恋，共赴黄泉；3. 老虎和野猪动物之恋，被乱石砸死；4. 公主和将军互换性别，战场生死；5. 仙君和姻缘阁小仙完成副本任务；6. 虎妖和猫妖111恋；7. 师徒恋，剜心而死，直至破除六界危局，牵绊出一系列浪漫欢乐又跌宕纠缠的故事。这部剧的造妆真好看，主要是女主杨超越的美在娱乐圈是属于独一份，可惜这部剧没有达到预期，就感觉丁禹兮和杨超越没有什么 CP 感，但是剧还是挺好看的。3. 优酷视频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豆瓣评分 6.6 分。杨幂、赵又廷、张智尧、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大型虐恋仙恋剧。该剧根据唐七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青丘女君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经历了三生三世爱恨纠葛，终成眷属的绝美仙恋故事。墨渊深死后，司因顶替他继续封印邪恶的义军擎苍，因此失去了法力与记忆，容貌也有变化，落到俊极山邂逅了天族太子夜华。两人由于身份悬殊受到了诸多磨难与波折，
在天宫夜华的侧妃素锦屡次陷害素素，害得她被夜华挖了双眼，导致两人感情出现裂痕。白浅最终伤心欲绝，产子后跳下诛仙台，恢复记忆并饮下忘情水。100年后，两人在东海重逢，夜华认出白浅并决定重续前缘，续写了3生3世的旷世绝恋。这部剧杨幂的演技可以说是她最顶峰的时候了。她饰演的司音的灵动俏皮素素的温柔优雅白浅，霸气冷艳都演绎得入木3分，非常贴合角色。赵又廷饰演的墨渊的威严严谨，夜华的有着高贵的气度，冷静自持演绎的淋漓尽致。这部剧可以说是仙恋剧的天花板级别了。2. 爱奇艺宁安如梦，豆瓣评分6.8分。白鹿、张凌赫、王星越、周俊伟、刘些宁、叶希月、汤梦佳领衔主演38集古装爱情剧。该剧改编自石敬的小说《昆宁》，讲述了野心勃勃江雪宁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明争暗斗后当上皇后，在遭遇宫变之后被逼自杀。她重生后立志改写人生的结局，前世为了权力不惜利用谢薇，最后自刎在她面前。这一世选择爱上她，却不知他已经爱了她2世。剧中的人设非常的带感了，男强女强的组合，江雪宁步步为营，拼尽全力。她要拯救了燕琳，拯救公主，她和母亲和解，与姐姐和解，她剪断了与张遮的纠缠，放她此生自由。她选择与谢居安过一生。谢薇和江雪宁在山洞里的吻被 NG22次的吻戏，想看吗？圣人皮囊下的疯批少师谢薇对江雪宁隐忍深沉又克制的爱。谢薇脱下圣人皮囊，展露自己的欲望。你是我的，我们一起好不好？看得我一脸姨母笑。还有身高差，强制壁咚，简直把氛围拉满了。江雪宁对谢薇就是救赎啊！一直觉得张凌赫这部剧里整个就是疯批的人设，嫉妒、吃醋，儿子的醋都吃。这部剧里白鹿的演技相当的炸裂，非科班出身的她对于角色的理解都是靠自己的揣摩，表演没有格式化的痕迹，反而有种自然的带入剧中之感。1. 优酷视频芒果 TV 琉璃2020年黑马，豆瓣评分7.5分。程毅、袁冰妍、刘学义、张雨绮、白树、侯梦瑶领衔主演的东方玄幻仙侠剧。该剧根据14郎小说《琉璃美人煞》改编，讲述了前世是阿修罗魔神的楚玄机，因为一场阴谋而转世投胎为人，在名门正派中学习修仙之路道。天生60残缺的楚玄机和黎泽公弟子雨丝凤，在面对爱情与前世爱恨纠葛的双重压力下，对彼此坚定不移的情感，携手共度百般腥风血雨，与好友们一起谱写了一段极具的传奇，也开始了10生10世的虐恋情深，一段分分合合的纠葛之恋。程毅饰演的雨丝凤，虐得人肝疼。雨丝凤为了爱不顾一切，奈何楚玄机60残缺不通情爱，雨丝凤总是在玻璃渣里找到糖吃，不是在吐血，就是在吐血的路上，真的把美强惨演绎的淋漓尽致。程毅的演技真的太绝了，雨丝凤初期的纯情演得太生动了，后期继任公主后的腹黑、邪魅、纯真、深情，真的又酥又她的演技太层次分明了，就是这部剧我入坑了程毅。